was over, till the quiet and the echoes became colder. And I never really knew that it was over, till the quiet and the echoes became colder.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极客闲谈啊！今天太阳这个出来了，前几天上海都是一直在下雨，所以我们选择呢，然后到户外来说这双鞋。之前也在一个篮球馆里打一打球，为什么不在外面打球呢？因为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LeBron 15， 勒布朗15代的这个低帮版是水晶底我们拿到的，所以我们就在室内打了一下球，去感受了一下这双鞋。我们先来从外观上来说一说，它跟一般的这个15代的高帮有什么不一样吧。第一个区别呢，看到的是高帮、低帮，它们的鞋面都是采用的这种 Battle Knit 的编织，就是比一般的编织面更硬一点的方法去编织。仔细看的话，大家可以发现这个鞋只有5个鞋带孔，然后这个鞋有6个。其实这两双鞋的脚面的包裹感到那个脚脖子那里包裹感会差很多。就这双鞋其实能让你感觉到脚踝处是有包裹感和一定的小支撑的，这双鞋是完全没有，所以你穿上去以后会感觉你的脚踝嘛，毕竟是低帮鞋嘛，就是整个是放开的，特别是这个脚脖子上面一点点的地方。再看其他的区别，就是它鞋身侧面有 logo， 有点像乔丹32代低帮一样凸起来一块，然后写下一个飞人的 logo 变成一个 Nike 的 logo， 然后内身呢也有一个我觉得这个挺丑的位置有一个 logo。就很奇怪，这个低帮鞋它的颜值其实本来如果只有这外侧这一个的话我是能接受的，但是这里面来了一个，我觉得就很突兀。还有呢，就是它的大底有很明显的区别，它的大底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是采用 Zoom 和 Max 的混搭做成了一个全掌气垫的这个大底。那这个鞋呢，其实是很传统的 Max 加 Zoom 的配置。Max 大家能看到是很宽，那种容量很高的这种 Max。Zoom 呢，其实是这里有一小块，有点像保罗乔治那双鞋，在这里垫了一小块 Zoom， 这里有一个标识是 Zoom。其实詹姆斯以前的低帮鞋大部分也都是这样的配置。这双鞋是我以前在武汉鞋展从佐丹那里买来的一双低帮版的那个詹姆斯，也是后掌很大容量的气垫，一直延伸到前掌，前面应该也是有类似 Zoom Bag 一样的小气垫，所以这是一个很传统的詹姆斯式的低帮鞋配置。但这次给我感觉，稍微包括以前8代的时候，正代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它是用在了正代的鞋上，也有这样的配置，所以 Zoom Max 对于詹姆斯的鞋来说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配置，还可以，它的脚感还不错。但是它这一块的气垫因为没有 cover 到脚外侧的这个部分，所以当你脚外侧落地的时候，我打球的时候会感觉到这边有一点硬，那就跟这双鞋的脚感比起来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了。再说它其他的地方，就是这一块是有最明显的区别的，这个鞋在这一块是有防侧翻的。我们之前评测勒布朗15的时候也说过，这个鞋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也是不应该有的一个缺陷，就是它没有防侧翻。在球场上拍了一些慢镜头，大家能够看到，就当我脚穿进去以后，我的脚基本上已经压到了很外侧，那然后随便往外一用力，这个鞋就翻过去了。这个是这个鞋很大的一个毛病，所以勒布朗詹姆斯在这个赛季初的时候连续崴了好几次脚，就是因为这个鞋我觉得是这个设置有点问题。然后后来呢，
据说是通过有一些官方图片或者赛场的图片，大家发现勒布朗比赛时穿的鞋子这里有一点点小改进，不知道是加了一些什么防侧翻的一些支撑片啊，还是把鞋底加宽了，总之改进了这个鞋的设置，导致詹姆斯最近还可以一直穿这双鞋打球，也没有怎么崴脚了。然后连他最喜欢的那个士兵系列，他也就是基本上不穿了。最近基本上20多场球都是穿的这双鞋，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点呢，在低帮鞋上有所体现。有一个防侧翻，但这个呢，其实有可能因为它是 Zoom 的设置，并不需要特别多，去给防侧翻做退让的一些设计。因为以前的鞋，你看这种低帮鞋都是有的，防侧翻这里也有，也很扎实。然后这双鞋呢，也是很老的，也这里是有 Zoom 配置的，然后这里也有一个防侧翻的东西，也是凸出来的。卖鞋子的吗？不是卖鞋子，自己做的小评测，球鞋评测。所以这双鞋我觉得。加上它这前面比较强的 Battle.net， 我觉得它的 Battle.net 跟这个15代的这个高帮版比起来，好像还硬一点的。不知道是我没有穿特别久还是什么的，反正我感觉这一块的支撑比这双鞋好多了。所以我很有信心的穿这双鞋去打了球嘛。它也有缺点，就是它的脚踝处实在是太松了，所以你起跳落地的时候，你这个脚可能会在里面位置会有所滑动，而且它后跟的包裹比较差。因为它少了一个鞋带孔，然后这里的包裹差了一点，导致你后跟就很松。你落地的时候脚踝不稳的话，其实会影响到你的膝盖，最后会导致你觉得膝盖都会有点痛。所以这双鞋我觉得还是不太适合大家去打球。但是如果是轻量级的夏天随便打打球啊，打打养生篮球啊，出街走走路，我觉得搭配起来还挺好看的。纯白的配色比这个的话，要觉得在夏天会觉得更加的凉爽一点，然后上脚的感觉也会更轻快一点。虽然它吊牌价是我是在专卖店1299买的，但我觉得它应该很快就会价格跌下来。我现在在淘宝上看到一些正规代理那里拿货的一些卖家，他们的鞋的价格大概已经到了800块钱，就这双鞋。所以我觉得在发售一段时间，有可能会跟詹姆斯的14代一样，跌到一个大概500左右的价格，然后那个区间就会有很多人会想要入手了。然后我觉得这一代应该还是挺值得入手的一个低帮。如果你是在500块钱左右能够买到这双鞋的话，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放心的去买。我觉得这双鞋是值这个价的。这双鞋的底啊，大家也可以看纹路，基本上跟它都是一样的。其实这个大底的耐磨和抓地都很一般。如果是水晶底的话，千万不要去外场打。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15代这里已经被磨得很惨了。基本上我只在室外打过3次球，然后室内打过1次，就变成这样子了。所以水晶底是相当不耐磨的。然后它的纹路这次也是这种小的这种尖尖一样的这种纹路，也不是很耐磨。所以如果你穿这个鞋去打球，就最好水泥和外场地就少打了。然后如果是 XDR 底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打外场。严格意义来说，比赛千万不要穿这双鞋。我估计詹姆斯本人肯定是不会在比赛中去上脚这双低帮鞋的。其他的就我也不打分了，因为这双鞋其实对于实战鞋来说还是有挺大的缺陷的，然后也不是非常适合去说实战，然后就不给大家做实战的评测了。就是今天就是替大家感受一下，然后上脚稍微说一说这个鞋，然后再对比一下。然后尺码的话都是42半，就这双鞋我买的也是42半，这双鞋也是42半，就是它的尺码不会偏大偏小，是很正的码。脚前掌也不会特别宽，也不会特别窄，所以我穿上去也没有问题。然后一般窄脚的人穿，把前面收紧一点也可以了。怎么说呢？就是作为一个休闲鞋来说，舒适度还是挺高的，然后样子还挺好看的。詹姆斯15呢，我也没有做长期的评测，因为我觉得也是因为没有防侧翻，所以也不适合打球。希望詹姆斯16代会好一点吧。我也不希望看到一个打球打得这么好的人，现在应该还是全世界最会打篮球的男人吧。他脚上却没有一双特别完美的鞋，也是一个遗憾。但没办法，我是小区詹姆斯嘛，所以出了詹姆斯的新鞋，我还是要说一说，体验一下。那今天也就给大家说到这里。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在夏天500-600的时候，可以入手一双詹姆斯的低帮。如果你是詹蜜，然后如果你是一个也很喜欢他打球风格的人，然后也是想夏天买一双低帮鞋的人，可以考虑考虑这一双。